睫毛粘在一起的瞬间，我就知道昨晚的温度又跌了，不是那种能感知到的下降，是渗透进骨头缝里，把血液都冻得发沉了。我不敢猛地睁眼，只能用食指尖小心翼翼地蹭着睫毛，指腹触到的皮肤是麻木的，只有蹭到结冰的睫毛时，才有一丝尖锐的痒意传过来。视线慢慢清晰，映入眼帘的是仓库底破洞处垂下来的冰冷，身下的破棉被早被冻透，与其说是盖着，不如说是压着一块冰冷的厚布。我试着蜷了蜷腿，膝盖发出咔嗒一声轻响，是肌肉冻僵后强行活动的指甲。右手摸向身侧的煤油灯，灯芯早就灭了，那是我最后的燃料。昨天晚上就不敢再用了，必须出去找工作。仓库里的木板已经烧到了最后一大，再找不到燃料，今晚我就和外面那些冰封的尸体一样。这件羽绒服是我从百货商场的废墟里挖来的，填充料漏了大半，袖口磨破了，穿鞋花了我10分钟。我得先把脚放在怀里捂软，再一点点塞进靴子里，手套更是鸡肋，指尖早就磨破了，刚碰到仓库的铁门把手就被粘住了。我屏住呼吸，慢慢哈气，已经留下了一道痕迹，很快就变得冰冷。推开门的瞬间，狂风裹挟着冰粒砸在脸上，我下意识地缩了脖子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早已不是我熟悉的城市了，曾经的高楼被厚厚的冰层裹着，马路上的汽车翻倒在路边，连路边的梧桐树都成了冰柱。世界安静的可怕，我不敢走太快，稍不留意就会滑倒。之前就见过一个幸存者，只是踩空了一步，摔在冰面上，后脑勺磕在冻硬的路沿上，当场就没了气。我走了没几步，就觉得小腿肌肉开始抽搐，是冻得发紧。目标是前面2条街的建材市场，可走了还不到半条街，我的视线就开始模糊。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硬邦邦的毛巾，这是我仅存的干净布料，冰凉的触感里带着一丝湿润，是眼泪刚流出来就被冻住。风声里夹杂着一丝微弱的响声，不是冰粒撞击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咳嗽。我猛地停下脚步，屏住呼吸，耳朵竖起来仔细听，那声音很轻，像是从左边那栋冰封的居民楼里。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。末世里遇到同类未必是好事，有的人为了半块压缩饼干就能挥起冰镐。我下意识地摸向腰间的短刀，刃口不算锋利，却能在关键时刻保命。手指碰到刀柄的瞬间，才发现手心已经冒出了冷汗。风声又大了起来，那咳嗽声消失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犹豫着要不要过去看看。建材市场的木材固然重要，可如果真的有人，或许能回一点消息。我已经快1个月没见过活人了。我咬了咬牙，决定先去居民楼看看。单元门被冰封住了，我用短刀的刃口砸在冰面上，哐当一声，冰面只裂开了一道小缝，震得我手腕发麻。我又砸了几下，冰屑溅到脸上，冰冷刺骨。我停下动作，对着楼里喊了一声“有人吗”，声音刚出口就被狂风吞了大半。但我知道我没有退路，要么找到木柴，要么找到能活下去的希望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再次举起了短刀，朝着冰面砸了下去。我握紧了短刀，看着眼前冰封的门，不知道门后面等着我的是什么是友善。角处隔着几级结冰的台阶，听得清清楚楚，虚弱的像是随时会断掉。我放慢脚步，靴底踩在结冰的台阶上，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，每一步都放得极轻，生怕惊动了对方。短刀握得更紧了，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冰凉的刀柄硌得掌心生疼，却比不上心里的半分警惕。走到1楼和2楼的转角，我停下脚步，探出头去。转角的平台上靠着一个蜷缩的身影，身上裹着一件白的像冰面，嘴唇干裂的出血结着一层厚厚的血痂。他死死地盯着我喉咙里，发出呵呵的声响。
像是在戒备，又像是在挣扎着说话，却因为虚弱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我慢慢举起左手，示意自己没有恶意，右手依旧握着短。嘴唇抿了抿血痂，又裂开了一道小口，渗出一丝鲜红的血，很快就被冻住了。他的警惕依旧没有放下，但眼神里多了一丝渴望，那是饥饿到极致的渴望，是末世里最本能的渴望。我慢慢从口袋里摸出那块压缩饼干，而是先把饼干塞进嘴里，慢慢咀嚼着，眼神里的警惕终于稍稍放下了一点。他一边吃一边看着我，嘴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谢。我叫阿乐，被困在这里3天了，食物和燃料都用完了，冻得快动不了了。我叫林野。”我报上自己的名字，看着他吃完手里的饼干，又问：“你怎么会被困在这里？这里还有其他人吗？”阿乐摇了摇头，眼神里充满了绝望。他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身体微微颤抖。没有其他人了，就我一个。我和我哥一起出来找物资，走到这里的时候，遇到了一群抢东西的人。我哥为了保护我，被他们用冰镐砸伤了。后来就冻僵了。我想带着他一起走，可我太弱了，根本扶不动他，只能在这里陪着他。可没想到，连我自己也快撑不住了。他说着，指了指转角后面的楼梯口。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蜷缩在那里，身上盖着一层薄薄的冰壳，一动不动，脸色苍白的像纸，显然已经没有了呼吸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说不出话来。这样的场景在末世里我见过太多次，可每次看到还是会忍不住心酸。风从楼梯间的窗户灌进来，带着刺骨的寒意，吹得我浑身发抖。阿乐又开始咳嗽起来，咳得比刚才更厉害了。我看着他虚弱的样子，知道他撑不了多久了。如果我不管他，他今晚一定会冻死在这里，和他哥一样变成一块冰冷的雕塑。可如果我带上他，我的物资本来就不多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消耗，我自己活下去的几率也会大大降低。我握紧了腰间的短刀，心里做着激烈的挣扎，一边是自己的生存，一边是一个濒临死亡的同类。末世教会我的是，冷漠和自私是为了活下去可以不择手段。可看着阿乐那双我们就走不动了。说完，我率先迈步朝着楼下走去。薛迪踩在结冰的台阶上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在寂静的楼道里格外清晰。阿乐连忙挣扎着站起来，踉跄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我下意识地伸手扶了他一把，他的身体冰得像一块石头，浑身僵硬，连站都站不稳。我扶着他慢慢朝着楼下走去，他的脚步很轻很虚，每走一步都像是在透支自己最后的力气。走到单元门口，狂风再次裹挟着冰粒砸了过来，我下意识地把阿乐护在身后，看着外面冰封的世界，看着远处模糊的冰雕高楼。
候咳得厉害，甚至会弯着腰，双手撑着膝盖，半天缓不过来。我只能耐心地等着他，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，生怕遇到掠夺者或是其他意想不到的危险。寒风像无数把小刀刮在脸上、手上，裸露在外的皮肤很快就变得麻木，甚至有些失去了知觉。我只能时不时地搓一搓手。撑着他的身体，尽量让他能轻松一点，声音放缓了几分，快了，再走几百米就到了，再坚持一下。到了仓库，我就生火给你烤烤身子，再煮一点热水喝，好不好？其实我也不知道还有多久才能到，我只知道我不能停下，一旦停下，我们两个人可能都再也走不动了。夜色已经开始慢慢降临，天边泛起了一层诡异的暗灰色光线，越来越暗，远处的高楼轮廓变得更加模糊，寒风也越来越烈，呼啸着穿过冰封的街道，像是鬼哭狼嚎，让人不寒而栗。阿乐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，咬着牙，用尽全身的力气跟着我一步步往前走。他的脚步越来越虚，有时候甚至会踉跄着，差点摔倒。我只能更加用力地扶着他，放慢脚步，一点点往前挪动。靴底踩在冰面上发出的咯吱声，在死寂的夜色里显得格外清晰，也格外凄凉。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死神的边缘，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。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就在我感觉自己的体力也快要透支，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连呼吸都变得异常困难的时候，我终于看到了仓库的轮廓。那是一栋低矮的旧仓库，墙体已经斑驳不堪，屋顶有几处破洞，被我用塑料布和木板勉强堵住了。只是塑料布早就被寒风刮得支离破碎，边缘结着厚厚的冰壳，在夜色中显得格外简陋，却又像是黑暗中唯一的避风港，给了我一丝微弱的希望。阿乐，你看前面就是仓库了，我们到了。我忍不住提高了一点声音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和轻松，连忙扶着阿乐加快了脚步，朝着仓库走去。阿乐听到我的话，缓缓抬起头，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微弱的光亮，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他咬着牙又加快了几分脚步，哪怕身体依旧在不停发抖，哪怕每走一步都像是在煎熬，也没有再停下。走到仓库门口，我松开扶着阿乐的手，腾出一只手，摸向门口的铁丝，那是我用来加固仓库门的末世里，任何一点防护都可能成为活下去的希望。铁丝早就被冻得僵硬，上面结着一层薄冰。我用冻得麻木的手指费力地解开铁丝，指尖被铁丝磨得生疼，却没有丝毫知觉。直到铁丝被解开，我才感觉到指尖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。低头一看，指尖已经被磨破了，渗出一丝鲜红的血，刚流出来就被冰冷的空气冻住了，粘在指尖上，硬邦邦的。我推开沉重的仓库门，一股相对暖和一点的空气扑面而来。其实也算不上暖和，只是比外面的寒风稍微好一点，至少没有狂风裹挟着冰粒，至少能挡住一部分刺骨的寒意。仓库里一片昏暗，只有屋顶破洞处透进一丝微弱的天光，勉强能看清里面的景象。快进来吧，外面冷。我连忙侧身对着阿乐说道，然后伸手扶着他，把他扶进了仓库。紧接着又转身用力关上仓库门，重新用铁丝加固好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稍稍松了口气，浑身的力气像是被瞬间抽干了一样，忍不住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阿乐走进仓库后，再也支撑不住，双腿一软，差点摔倒在地。我连忙伸手扶住了他，把他扶到我平时休息的地方。那是一块破旧的木板，上面铺着几层干草，还有一件破旧的棉被。虽然都已经冻得发硬，却也是仓库里最舒服的地方了。阿乐瘫坐在木板上，蜷缩着身子，双手抱在怀里，依旧在不停发抖，咳嗽声也没有停止，只是比刚才稍微缓和了一点。他低着头，头发乱糟糟的粘在额头上，脸上的冻伤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刺眼，嘴唇依旧干裂出血，结着厚厚的血痂，看起来虚弱到了极点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心里泛起一丝酸涩，没有多说什么，转身朝着仓库的角落走去，那里放着我仅存的一点木柴，还有那盏煤油灯以及半袋压缩饼干，那是我全部的家当，是我活下去的唯一依靠。现在多了一个阿乐，这些物资恐怕撑不了多久了。我必须尽快找到更多的物资，找到更多的木柴和食物，否则我们两个人都熬不过这个冬天。我拿起角落里的最后一块木板，那是我特意留着应急用的木柴。
手指和脚趾传来一阵细微的刺痛，那是血液循环慢慢恢复的迹象。我坐在火堆旁边，伸出冻得僵硬的双手放在火苗旁边烤着烤着，手指渐渐有了力气，身体也不再像刚才那样不停发抖。来过来烤烤火，暖和一点。我对着不远处的阿乐说道，声音平缓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。阿乐残酷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，只剩下冷漠、自私、贪婪和残酷。我还记得末世来临的那天早上，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家里的暖气已经停了，窗户上结着厚厚的冰壳，外面一片白茫茫的。寒风呼啸着拍打着窗户，发出呜呜的声响，像是鬼哭狼嚎。我连忙叫醒家人，想要打开暖气，却发现电力已经中断了，无论怎么按开关都没有任何反应。我拿出手机想要打电话求助，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，通讯也中断了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升起一丝莫名的恐慌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我的心头。我和家人被困在家里，没有食物，没有水，没有暖气。刺骨的寒风顺着窗户的缝隙往家里钻，家里的温度越来越低，我们只能蜷缩在被子里相互取暖，祈祷着电力能尽快恢复，祈祷着能有人来救我们。可我们等了1天，等了2天，等了3天，没有任何消息，没有任何救援。外面的寒风越来越烈，家里的温度越来越低，食物和水也越来越少。我们渐渐陷入了绝望之中。为了活下去，为了给家人找到食物和水，我不得不冒着刺骨的寒风走出家门，前往附近的超市寻找物资。那时候，外面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片冰封的炼狱，大街上到处都是冰封的尸体，到处都是翻倒的汽车，到处都是破碎的玻璃。曾经繁华的城市变得一片死寂，一片荒凉，没有一丝生机。我小心翼翼地走在冰封的街道上，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，生怕遇到其他的幸存者，生怕被他们抢夺物资，生怕被他们伤害。好不容易我走到了附近的超市，超市的大门已经被人砸破了，里面一片狼藉，货架倒在地上，商品散落一地，大部分都已经被人抢走了，只剩下一些不起眼的东西，还有一些被冻得僵硬的食物。我连忙冲进超市，疯狂地寻找着食物和水，寻找着厚衣服，寻找着燃料。就在我找到一点食物和水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群幸存者，他们手里拿着武器，眼神冷漠，脸上带着贪婪，看到我手里的食物和水，立刻冲了过来，想要抢夺我的物资。我拼命的反抗，拼命的保护着手里的食物和水，因为我知道这些食物和水是我和家人活下去的唯一希望，我不能失去他们。可我一个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手里还有武器，我很快就被他们打倒在地，身上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，手里的食物和水也被他们抢走了。他们抢走我的物资后，并没有放过我，而是对着我拳打脚踢，嘴里还骂着不堪入耳的话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末世的残酷，感受到了人性的冷漠和自私，感受到了绝望和无助。就在我以为我快要死的时候，他们突然停下了手脚，转身匆匆离开了。或许是他们找到了更好的物资，或许是他们听到了其他的动静，或许是他们觉得我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，不值得他们浪费时间。我躺在冰冷的地上，浑身是伤，浑身冰冷，意识渐渐模糊，想要站起来，却没有丝毫力气，只能静静地躺在那里，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可我不甘心，我不想死，我还要回去，我还要照顾我的家人，我还要活下去。我咬着牙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一点点地爬起来，浑身的伤口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，每动一下都像是在煎熬。可我没有停下，我一步步的艰难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。一路上我摔倒了无数次，又爬起来无数次，身上的伤口越来越严重。
浑身的力气越来越少，可我始终没有放弃，因为我心里还有一丝希望，还有一丝牵挂，还有想要活下去的信念。可当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看到的却是一幕让我终生难忘、让我痛不欲生的场景。我的家人蜷缩在被子里一动不动，脸色苍白的相纸身上盖着一层薄薄的冰壳，显然已经没有了呼吸。他们冻僵的脸上还带着一丝绝望和痛苦，眼神里还充满了对生的渴望。那一刻，我所有的希望、所有的牵挂、所有的信念都被瞬间击碎了。我瘫倒在地上，放声大哭，哭声被冰冷的寒风吞没，显得格外凄凉，格外绝望。我失去了所有的家人，失去了所有的依靠，从此我变成了一个孤独的人，在这个冰封的末世里，独自挣扎，独自求生，没有温暖，没有希望，只有冰冷，只有恐惧，只有绝望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了独自求生的日子。我辗转于城市的各个角落，寻找着物资，寻找着燃料，寻找着活下去的希望。我遇到过善良的幸存者，他们会分给我一点食物和水，会给我一点温暖和帮助，可他们大多都没能熬过漫长的寒夜，要么被冻毙，要么被掠夺者伤害，要么因为食物和水短缺渐渐死去。我也遇到过冷漠而残酷的幸存者，他们为了物资，为了活下去，不惜背叛，不惜伤害，不惜杀人。可我一次次的挣扎着活了下来，一次次的告诉自己不能放弃，一定要活下去，哪怕只剩下自己一个人，哪怕活得再艰难再痛苦，也要活下去。林业哥，你怎么了？一阵微弱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，我缓缓抬起头，看向身边的阿乐，发现他正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疑惑，还有一丝担忧。他的咳嗽声已经停了，身体也不再像刚才那样不停发抖，脸上也有了一丝微弱的血色，显然烤了一会儿火，他的身体已经稍微恢复了一点。我摇了摇头，勉强笑了笑，掩饰住自己内心的悲伤和痛苦，声音平缓的说道：“没什么，就是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情。”我没有多说，也不想多说。末世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伤和痛苦。那些痛苦的回忆就像是一道道伤疤刻在心里，一旦揭开就会鲜血淋漓，就会让人陷入绝望之中。我不想让阿乐看到我的脆弱，也不想让他想起自己的痛苦。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活下去，是尽快恢复体力，是找到更多的物资。阿乐看着我，眼神里的疑惑越来越深，他显然看出了我在撒谎，看出了我内心的悲伤和痛苦，可他没有再多问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，低声说道：“林野哥，我知道，末世里每个人都不容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如果你不想说就不说吧，我不逼你。”他的声音很轻很温柔，带着一丝理解，还有一丝同情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泛起一丝微弱的温暖，在这个冰冷而绝望的末世里，这种微弱的温暖显得格外珍贵。谢谢你，阿乐。我低声说道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感激。在这个末世里，能遇到一个理解自己，能遇到一个善良的人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曾经我以为我会一直孤独下去，一直一个人在这个冰封的世界里独自挣扎，独自求生。可阿乐的出现，给了我一丝微弱的希望，给了我一丝微弱的温暖，也让我不再是一个人。阿乐摇了摇头，笑了笑，笑容很淡很虚弱，却很真诚。他说道：“林野哥，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如果不是你，我现在恐怕已经冻死在那栋居民楼里了，已经变成一块冰冷的雕塑了。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，是你救了我的命，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”我看着他真诚的笑容，心里的酸涩又泛起了一丝。我摇了摇头说道：“不用谢我，末世里大家都不容易，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想再看到有人像我一样孤独的死去，像我一样承受着失去亲人、失去依靠的痛苦。”说到这里，我又想起了我的家人，想起了那些痛苦的回忆，眼神里又泛起了一丝悲伤和绝望。阿乐看着我，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低下了头，脸上的笑容也消失，眼神里也泛起了一丝悲伤和绝望。显然他也想起了自己的哥哥，想起了那些痛苦的经历。仓库里又恢复了寂静，只剩下火苗跳动的噼啪声，还有我们两个人沉重的呼吸声，气氛变得格外压抑，格外凄凉。过了很久，阿乐才缓缓抬起头，打破了这份寂静。他看着跳动的火苗，声音低沉地说道：“林野哥，我哥他以前是一名消防员，他很勇敢，很善良，无论遇到什么危险，他都会冲在最前面，都会保护别人。末世来临的时候，他本来可以一个人活下去的，可他没有，他一直保护着我，一直照顾着我，为了给我找食物和水，为了保护我不被其他的幸存者伤害，他受了很多伤，吃了很多苦。那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去那栋居民楼里寻找物资，本来一切都很顺利，我们找到了一点食物和水，还有一件厚衣服。可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遇到了一群抢东西的人，他们手里拿着冰镐，拿着钢筋，眼神冷漠，脸上带着贪婪。看到我们手里的物资，立刻冲了过来，想要抢夺我们的物资。我哥为了保护我，为了保护我们手里的物资，立刻挡在了我的身前，和他们拼命的反抗。他虽然很勇敢，虽然很强壮，可他们人多势众，手里还有武器。我哥很快就被他们打倒在地，被他们用冰镐砸伤了头部，鲜血一下子就流了出来，染红了他的衣服，也染红了冰冷的地面。那些人抢走了我们手里的物资后，就匆匆离开了，只剩下我和受伤的哥哥留在那里。我哥当时还没有完全失去意识，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：“阿乐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，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，不要管我，不要为我报仇，只要你能活下去，哥就放心了。”他还对我说，末世里很残酷，很危险，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，不要轻易相信别人，不要轻易帮助别人，否则只会伤害到自己。说完这些话，我哥就慢慢闭上了眼睛，身体渐渐变得僵硬，渐渐被冰冷的空气冻成了一块雕塑。我不想离开他，我不想把他一个人留在那个冰冷的地方，我想带着他一起走，我想救他，可我太弱了，我根本扶不动他，我根本救不了他。
我只能一直陪在他的身边，一直守着他。我希望他能奇迹般的醒过来，我希望他能再陪我一段时间，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一起活下去。可我等了1天，等了2天，等了3天，他都没有醒过来，我的食物和燃料也越来越少，陪着他一起离开这个冰冷而绝望的世界。阿乐一边说一边流泪，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慢慢流下来，刚流出来就被仓库里相对暖和一点的空气融化了，滴落在冰冷的地面上，发出细微的声响。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，带着一丝悲伤，带着一丝绝望，每一句话都像是从心底里挤出来的，每一句话都让人忍不住心酸，忍不住难过。我看着他悲伤的样子，心里也泛起了一丝深深的同情。我能理解他的痛苦，能理解他的绝望，能理解他不想失去哥哥的心情。在这个末世里，亲情是最珍贵的东西，是支撑着我们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。可有时候我们却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的人离开，自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份珍贵的亲情被末世的残酷无情地摧毁。我伸出手轻轻拍了拍阿乐的肩膀，想要安慰他，却发现自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末世里所有的安慰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，所有的话语都无法抚平他心里的伤痛。我只能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给他一丝微弱的温暖，给他一丝微弱的安慰，告诉他他不是一个人，告诉他从今以后我会陪着他，我们两个人一起挣扎，一起求生，一起熬过这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。阿乐别难过了，我低声说道，声音平缓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。你哥他一定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他一定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，希望你能坚强一点，希望你能带着他的希望好好活下去。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亲人，我会陪着你，我们两个人一起寻找物资，一起寻找燃料，一起活下去，我们一定会熬过这个冬天，一定会看到希望的。阿乐听到我的话，抬起头看着我，眼泪流得更凶了。他用力地点了点头，哽咽着说道，林野哥，我知道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，一定会坚强一点，一定会带着我哥的希望好好活下去。林野哥，以后我就跟着你了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会帮你找木柴，帮你找食物，帮你做力所能及的事，我不会拖累你的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，就像我哥保护我一样。我看着他笑了笑，点了点头，说道好，以后我们两个人一起活下去，互相照顾，互相保护，再也不分开，再也不让对方一个人承受这些痛苦和绝望。阿乐也笑了，笑容里带着一丝泪水，带着一丝悲伤，却也带着一丝坚定，带着一丝希望。他用力地点了点头，说道，一起活下去，互相照顾，互相保护，再也不分开。火苗依旧在慢慢跳动着，发出噼啪的细微声响，映亮了我们两个人的脸庞，也带来了一丝微弱的暖意。仓库里不再是那么压抑，不再是那么凄凉，多了一丝温暖，多了一丝希望，多了一丝活下去的勇气。在这个冰封的末世里，两个孤独的人，两个承受了太多痛苦和绝望的人，终于找到了彼此，成为了彼此的依靠，成为了彼此活下去的希望。烤了一会儿火，阿乐的身体已经恢复了不少，不再像刚才那样虚弱的连站都站不稳，脸色也有了更多的血色，咳嗽声也彻底停了。我看着他说道，阿乐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？要不要我给你煮一点热水喝？阿乐点了点头，说道，谢谢林野哥，我感觉好多了，身上也暖和多了，就是还有一点口渴，还有一点饿。好，那我给你煮一点热水，再给你掰一小块压缩饼干垫垫肚子。我说道，然后起身走到仓库的角落，拿起那个小小的铁锅，那是我从废墟里扒来的，虽然有些破旧，却还能用。又拿起一点干净的血，那是我之前从外面收集来的，放在仓库的角落里，用来煮水喝的。末世里没有干净的水，血水就成了我们唯一的水源。我把铁锅放在火堆旁边，然后用冻得已经有了一丝知觉的手指，拿起一点血放进铁锅里，血遇到火苗的暖意，很快就开始融化，变成了冰冷的水。我坐在火堆旁边，静静地看着铁锅里的血一点点融化，看着冰冷的水一点点升温，心里泛起一丝微弱的期待。热水在末世里也是一种奢侈品，能喝上一口热水，能缓解一下口渴，能暖和一下身体，能给我们带来一丝微弱的慰藉。阿乐坐在我身边，静静地看着我，没有说话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感激，带着一丝温暖。仓库里又恢复了寂静，只剩下火苗跳动的噼啪声，还有铁锅里血水融化的细微声响。这种寂静不再是之前的压抑和凄凉，而是一种宁静，一种安稳，一种在末世里极其难得的安稳。过了一会儿，铁锅里的血彻底融化成了水，水也慢慢升温，开始冒着细微的热气，一股淡淡的水汽弥漫在仓库里，驱散了一部分浑浊的空气，也带来了一丝微弱的暖意。我看着铁锅里的水渐渐沸腾起来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，心里稍稍松了口气，连忙拿起铁锅，小心翼翼的把锅里的热水倒进一个破旧的杯子里，那也是我从废墟里扒来的，虽然有些破旧，却还能用。阿乐点了点头，乖乖地坐在火堆旁边烤着火，眼神里带着一丝安稳，带着一丝温暖，不再像之前那样充满了绝望和警惕。火堆的火苗依旧在跳动着，映得他的脸庞，泛起一丝微弱的红光，也驱散了他身上最后的寒意。地咬了一小口，慢慢咀嚼着，脸上露出满足的神色。
压缩饼干虽然干硬，却是末世里最顶饿的食物，一点点就能缓解饥饿感。我们就这样一边烤着火，一边慢慢吃着饼干，喝着热水，仓库里的气氛变得格外温馨。这种温馨在末世里显得格外珍贵。吃完饼干，喝够了热水，阿乐的精神好了很多。他看着火堆，突然说道：“林野哥，明天去建材。”光连忙坐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林野哥，早，我们现在就去建材市场吗？”“现在就去，趁早上温度还没降到最低，早点出发，早点回来，避免遇到危险。”我说道，然后起身走到仓库门口，准备打开门。打开仓库门的瞬间，一股寒风扑面而来，比昨天稍微缓和了一点，但依旧刺骨。外面的天光大亮，远处的高楼。林野哥，这冰层好厚啊，我们怎么才能敲开？阿乐看着厚厚的冰层，脸上露出一丝担忧。